哦啦啦，我是宇哥。古昆仑到底在哪儿呢？从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呢，就没有听说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拟定过对于昆仑进行考古的计划，更不用说实施具体的考古行为了。对昆仑考古呢，按照山脉逻辑就是死胡同，因为世上本无昆仑山，除了冰天雪地的人迹罕至的昆仑山脉呢，还有各种派别生出来的昆仑山位置的假说。包括泰山说王屋山说、贺兰山说等等等等。另一种思路呢，就是对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进行识别，用考古遗址证实就不是现代考古学家们乐意做的事情，甚至考古学界呢有意识的规避禁区。本来这种方式看起来是守株待兔亦或是大海捞针，没有想到还真的迎来和发现了一些转机。在中华的古书之中常常可以见到中华文明河出昆仑。这一说法意味着中华文明是沿着一条河流从昆仑山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走出来的，最终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夏商周等历史时期的文明。按照这一推测呢，中华文明大约在4100年前呢，在昆仑山脚下，之后才迁徙到了黄河流域。这一发现就让人们充满了期待仿佛只要找到昆仑山呢，就能够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于是就真有人还踏上了寻找昆仑山的旅程。大约是在2150年前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皇帝就当时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他寻找昆仑山。那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险呢，张骞就终于返了回来，并向汉武帝报告。他说他找到了黄河的源头并发现了一座高耸入云荒寒无人的山峰。汉武帝听闻之后呢，就相信这里就是祖先所说的河出昆仑，便将这座山命名为昆仑山。就如同史书史记中司马迁所指出的，历史的东西太深奥，我不敢妄加评论。他的言辞显现出他并不完全的认同皇帝的说法，但又因敬畏历史而不敢直接反对。因此呢，昆仑山的命名并没有得到绝对的确认，成为历史故事中的一段佳话。那我们摊开古地图呢，查询黄河的源头的时候通常就会看到黄河之水是从一个大葫芦中倾泻而下的，九折回旋，奔腾入海。那这个大葫芦上呢，通常会标注3个字新秀海。那新秀海的藏名是错刹，在今天的青海省附近。最初的黄河呢，不叫黄河，而是叫河，河就指黄河。后来呢，逐渐就成为了很多河流的分类学的统称。最初的黄河的源头就是一个大湖，那里曾经覆盖着今天的吉兰泰和河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那巨大的古湖呢，湖面海拔最高可达1000多米，称作吉兰泰古大湖。经过碳14的测定呢，显示该古大湖距今有5到6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按照湖面的海拔1000多米来算呢，该古大湖当时的湖面的面积可达3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大湖。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吉兰泰逐渐就成为了盐湖的一种状态。仅形成于5500年以来呢，东侧的水面就逐渐的开始湿地化了，平原化了。所以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穿越回到昆仑山的辽阔充满传奇色彩的那一日。这一片巍峨之地呢，曾经孕育出了波涛汹涌浩瀚的洪流。在探索昆仑山的历史的奥秘中呢，我们不禁要将视野投向水文地理学的殿堂水经书了。作为一部记录古代河流和水源的珍贵文献呢，以其饱满的事实和原始性呢，成为了研究重要的基石。水经呢，提供了诸如河水等诸多河流的详细资料。文中就记载呢，昆仑虚总立于华夏的西北方向，与松高相隔5万之遥，在广袤的大地上空呢，是高于万千里的壮观景象。河流从其东北角涌出蜿蜒曲折地流向渤海，并在葱岭山、济宾国北等地区呢，继续其无尽的流淌之旅。这部古文献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从昆仑山流出的水势之宏伟，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波涛壮阔的水文图景。水经中呢还指出昆仑虚不是山，是指空间区域。里面就说呢，昆仑虚在西北，去松高5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千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昆仑虚呢是赤线神州5万里，昆仑高呢11000里，是前者的1/5。所以说昆仑之虚就很大嘛。按照水经的描述呢，昆仑虚高万千里，那昆仑虚又是什么呢？这里明显的提示呢，就是昆仑虚之上呢还有个大物件，就是昆仑了。有昆仑呢，才能有昆仑之虚嘛，说明昆仑和地面中间的空间就叫做昆仑之虚，说明昆仑呢是存在的。而昆仑这座巍峨的山脉呢，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大地的中心，
水经的开篇既以其高耸入云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形象来描绘了一幅壮阔的地理画卷。据记载呢，昆仑高度呢令人叹为观止，更其孕育了众多源远流长的河流而闻名于世嘛。黄河就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从昆仑虚东北角蜿蜒而出。然而在昆仑虚广袤的土地上呢，除了黄河之外，还有诸多河流静静地流淌着。西北方向上的河水呢，汇聚成了塔里木盆地南沿、罗布泊以及喀什地区等地的生命之源了。这些河流呢，就如同脉络一般遍布在庞大的昆仑之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经》中所描绘的河水从昆仑之虚流出的场景宛如仙境般的云雾缭绕的在山峰之上，让人难以窥见其真实的面目。但是这里描述说出了一个重点就是众多的河水都是从昆仑之虚流出的，而昆仑呢就在昆仑之虚的上面，可见再往上看应该就是云雾缭绕，犹如仙境看不清楚了嘛，只能看到是从昆仑之虚流下的水。再加上上古尧舜禹之时呢，洪水肆虐，处处水灾，常年呢洪灾不停，水势极大，面积也广，而水位极高呢。而地理考古资料就发现呢，高海拔地方呢也有洪水，就说明当时的华夏大地很长一段时间呢是普遍都有水灾的嘛，从而就产生了史前大洪水。那这个时期恰好与昆仑存在的时期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华夏史前的大洪水与昆仑是相关联的呀。在《山海经》里，最后就用洪水滔天来形容这次的史前大洪水，并以鲧复生禹，地乃命禹足不土，以定九州来结尾嘛。而司马迁在《史记·武帝本纪》中也讲到了洪水滔天，浩浩淮山相邻，仅大禹父子前后治水竟然花了21年。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中的记载是真实的，仅记载的泽国就达59个。长时间持续的水灾就造成了洪水泛滥，所以成语才有弱水3000可能就是对于上古时代的洪水过多的一种记忆的描述了。因天空中巨大的昆仑的存在呢，对上古水系造成难以想象的洪水，此洪水呢就足以改变其地貌和水系了。那说了这么多，昆仑到底是什么呢？昆字古音坤，坤字肯定不是表示太阳，因为太阳已经用日来表示了，太阳是圆的，像个车轮，可以在天上滚动，而本意是滚动嘛。可是昆仑拼音是鲧，鲧与滚呢音近，而昆仑上面又是一个日，下面是2个人，意为众人，这是否就表示众人头顶上是有一个如同日一样的实体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伦呢，表示次序条理，凡物之元浑者曰昆仑嘛，元而未抛散者曰浑伦，等于直接说昆仑是一个元浑的实体。那昆仑之虚呢，虚就是空间。那昆仑之丘呢，丘是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昆仑下当有丘字，亦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这就是意味着昆仑之丘就是一个大盆地嘛，类似于，或者是周围的山谷。那昆仑是很大的，从昆仑的本意分析来看呢，昆仑既不是山，也不是山脉，范围很广，其本意与山以及山脉是无关的。昆仑就是一个浑圆的实体，又有广大无垠的巨象。丘与虚呢，本意也是相同的，至大而空旷是指地域的空间，所以昆仑之丘呢，有可能指的就是青藏高原或者是柴达木盆地，而史前的大洪水呢，就是昆仑所造成的。在《水经》中描述河水是来自于昆仑虚的水，所以昆仑呢不是山，也不是山脉，昆仑是广大无垠的一个圆形的球体。《山海经》呢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昆仑图景这个神秘之地究竟辽阔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这部古籍的记载呢，昆仑虚的地域广袤达800里，而高度呢甚至达到了惊人的万仞。司马迁在《史记·禹本纪》中进一步赋予了昆仑更为雄伟的形象，里面就说它高耸2000余里，是日月交汇之处，有瑶池点缀其上。这样的描述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昆仑之虚广大与深远。《水经》中提及呢，河水源自昆仑虚，那这里的河水呢，并非指黄河一脉，而是涵盖了整个青藏高原的水系。那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在远古时期呢，因昆仑而引发了一场浩大的洪水。从地理的角度考虑呢，昆仑虚的范围至少与青藏高原的宽度相当。结合古籍的描述昆仑是广大无垠的一个圆形球体我们就可以想象出一幅比现代所更为壮丽的景象。一个巨大的圆形的领域呢，覆盖了山脉与高原。由此可见呢，在古人们的想象中昆仑不仅远超现今我们所知道的山脉广袤，甚至超越了整个青藏高原的范围。在古代水经的笔下呢，昆仑山被描绘为一个惊人的水系发源地。
想象一下，4条壮丽的河流从昆仑虚的四方涌出啊，它们如同自然界的脉搏呢，向四面八方流淌。那这些放射状分布的水系，不仅在东北边分支流向了黄土高原，在西边、北边同样也有河流，而南部呢，则无疑也会有河流嘛。这种设想就暗示了昆仑山的范围啊，远比我们所要知道的辽阔得多嘛。根据这一描述呢，重新定义昆仑山脉，可能东至祁连山脉附近，北到天山以南，而西到喀什地区。这样的规模让我们不禁想将这片古老的土地想象成一个宏伟壮大的大圆盘，悬垂在了青藏高原之上。这是一个以球状形式存在于古代中心的巨大神话符号，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伟大存在，更是古人心中巍峨与神秘的化身。昆仑山脉呢，一片神秘而又辽阔的土地其存在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地貌，更影响着古代气候的水文格局。根据丰富的资料和研究呢，昆仑被描述为一个广袤无垠浑圆的巨型球体，它的存在呢，孕育了大量的降水，而使得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变得湿润而富有生机。古代的时候呢，水系水流是大于今日之规模的，其影响之大令人震惊。在昆仑的滋润之下呢，青藏高原曾经是持续大量的降水的旺地，留下了古老洪水冲刷的痕迹。低洼和缓流之处呢，就形成了众多古老的湖泊。这些地方就孕育了丰富的沉积层地貌，而科考这些痕迹呢，将有助于我们一窥上古降水量的神秘面纱。与此同时呢，在远古时代，塔里木盆地不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而是广袤无垠的泽国。那罗布泊曾经也是浩瀚无垠的水乡。顺迁三苗于三危呢，后西边皆为水域，居延海呢更是水面广阔无边。成都周边呢被洪水侵蚀为泽地，三星堆呢可能也因为洪水而沉睡地下。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泊面积呢，也都大幅增加。深入其研究呢，这段历史时期的各种地理现象以及其指向的时间地点是否都一致呢？将为我们揭开历史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这不仅仅是对自然力量的一种探索的认知更是对古代人类的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就记载着一幅古老而又神秘的地图，就描绘了从西南角到东南角的海外世界。其中奇蛇国呢，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而东方神秘的昆仑虚呢，更是令人向往。这部古籍不仅证实了奇蛇国的存在还为我们揭开了昆仑虚的神秘面纱。在1993年呢，在郑州黄河大关出土的3件晚商青铜器上就刻有蛇足徽。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山海经》中记录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让人类重新审视了河南省在古代的地位。《山海经》中就提到了昆仑虚在其东，似乎暗示着河南省曾经是昆仑虚的一个部分。这一新的考古发现呢，与古籍记载相结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上古华夏的图景。昆仑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山脉呢，在用不同的尺度进行衡量和展现出了惊人的多样性。当我们将其视为最小值，那个时候呢，它仅有青藏高原的大小，但是它似乎呢是在不断移动的。而如果我们采用更大的视角，昆仑的辽阔甚至可以覆盖到柴达木盆地、山西、河南等地，那这样的规模就令人难以置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陆地呢，在地球上空缓慢的滑动。根据《山海经》的研究呢，昆仑的直径有可能是超过3000公里，然而其面积几乎占据了华夏陆地面积的0.77倍。然而当考虑到其运动的特性与天体系统的关系时呢，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昆仑究竟是什么？假设它是一个天体，则需要从宇宙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属性。因为地球是处于太阳系之中嘛，受到太阳强大引力的牵引，同理呢，月球也被地球引力所束缚。但离地球如此之近的物体像昆仑这样缓慢移动，似乎又不太可能它的存在没有留有任何撞击的痕迹，这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奥秘？这样的观点就引发了关于昆仑本质新的思考和探索。那为什么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能够在地球上以如此慢的速度稳定的存在和移动呢？这是否真实的证明了古代文献中超自然力量或者是神秘世界的描述呢？于是这些问题就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第一呢，这就说明了昆仑不是外来之物。若是外来的天体被地球引力俘获的话呢，则该物体势必对地球是做椭圆形的运动的。由开普勒天体运动定律可知呢，地球在这椭圆轨道上的一个焦点上，外来的天体在靠近地球呢是近地点，其速度是最大的，绝不可能速度和地球的自转的速度相近。
所以昆仑移动的速度缓慢呢，就说明了昆仑不是被地球俘获的天体。相反呢，暗示昆仑有可能是来自于地球，或者原本就是与地球在一个力学系统内的天体。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既然昆仑与地球是同一系统的天体又与地球如此之近，则地球和昆仑组成的系统的角动量是守恒的，即昆仑最后应该会围绕地球而运动，成为地球的卫星。第三就是现如今地球只有一颗卫星，就是月球呀，而且月球绕地球行动的轨迹似乎是圆形的轨道，这就说明月球并不是地球俘获的卫星而月球原来就距离地球很近，在地月的系统中呢，因角动量守恒呢，后来两者逐渐就越来越远，达到了今天的位置。故上古的昆仑其实有可能就是今天的月球。从体量上看，已经知道了昆仑的直径超过3000公里，而月球的直径呢，刚好又是3476.28公里。昆仑的大小与月球呢是同一等量级的天体，即上古华夏大地上空的昆仑呢，就是如今的月球。而昆仑相对于地球移动的方向呢，是自东向西。从力学的原理来说呢，月球随着岁月的流逝呢，月球逐渐滞后于地球的运动，这与目前月球绕地球运动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昆仑这座古老而神秘的球体呢，在古人的眼中就是一片难以窥见全貌的神域。大地的弯曲就造就了这种神秘的色彩，所以生活在地面的人们就只能偶尔瞥见其零星的容貌，或下半部的雄伟的轮廓嘛。也许上半部隐藏于云雾之间的一抹身姿偶尔能看见。所以昆仑不仅以它的存在塑造了地球的气候以及变化无常，更在某些区域呢被云雾笼罩着。因此呢，《山海经》中所描述的昆仑虚实际上是遍布整个上古大地的存在。那么这片神秘的领域，地之下都呢，以其地理位置和优势占据了中心位置。只有在这里呢，在云雾最为稀少的时刻，人们方能一睹昆仑底部的真实面貌。而在那些较为开阔之地呢，天空中有时会出现一个雄伟无比的大家伙，那就是被云雾遮挡着的球形的底部昆仑悬谱。而这神秘而感人心魄的画面，深根于古人当时的心中，成为流传至今的美丽传说。那研究到此呢，回想周朝典籍被王子朝带出至楚国边境的南阳附近后，又不知去向。此后战国早期就出现了《山海经》，资料就显示呢，周王朝东边的宋国商丘的庄子呢，就读过《山海经》。在庄子的外篇天地里皇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这里就明确指昆仑在赤水的北面。而庄子的知北游里面呢，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就说到昆仑是极大的。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屈原也确定了昆仑悬谱在空中，故有昆仑悬谱，其居安在？其意思呢是悬浮的昆仑呢，它的底部安放在哪里呢？紧接着对于昆仑的描述，好像与昆仑在柴达木盆地的情形也相似，说周边之西北开启知昆仑悬谱在空中，底下有大风。那昆仑在什么位置，屈原也知道。其文中有16龙于3危兮，朝西临于9滨，天子驾6，欲6龙借昆仑以登天。那广义上的3危是在西北包括了从祁连山至柴达木盆地的范围。在楚辞中呢，也有很多《山海经》内的内容，仅昆仑就提到了8次，竟然没有一次说昆仑是昆仑山，表明屈原知道昆仑山与昆仑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其实中华文明的起源的问题呢，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谜团，历史探索的道路呢并非平坦，其中呢就充满着辛劳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困难与挑战呢，激发着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求知欲，并推动我们呢不断的寻求答案和努力。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